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离婚仅2年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生活却天差地别，看完莫名心酸。如今85花中发展最好的几位当属赵丽颖、杨幂、刘亦菲，她们算是目前娱乐圈的中流砥柱。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，光有作品还不够，还得有话题热度。杨幂这个京圈大妞，说话做事向来大大咧咧，快人快语，不管是穿衣打扮还是感情生活，走到哪都自带讨论度。刘亦菲相较于佛系，但凭着不食烟火的盛世美颜，神仙姐姐的名号挥之不去。赵丽颖演技扎实，一部部爆款剧频繁冲上热搜，事业上可以驾驭不同题材剧，是个大时尚品牌争抢的宠儿。生活中，她与冯绍峰的那段闪婚闪离的感情让人唏嘘不已。赵丽颖在事业顶峰时期结婚生子，没等来盛世婚礼，不到3年时间就匆匆结束了他们的婚姻。如今醉心于事业的她，感情又该何去何从？01农村女孩的坎坷成名史。1987年1、10月，赵丽颖出生于河北廊坊。廊坊作为北京后花园，自古享有京津走廊上黄金明珠的美称。距离北京车程半小时，到天津也只有60公里。生在3通八达的廊坊，不是每个人一出生就那么幸运。赵丽颖的家位于廊坊市的一个郊区，她家还有6、7亩农地。从小她便跟着父母在地里掰苞米、收小麦。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自幼照顾弟弟的赵丽颖立志长大后要改变这一困境。所以初中毕业后，她和父母商量，考取了当地一所中专院校的空乘专业。2005年，从学校毕业后的赵丽颖，由于家庭条件有限，她并没有从事光鲜亮丽的空姐工作，而是在当地一家小公司做文员。微薄的薪资，枯燥的工作，这让年少充满梦想的赵丽颖迷茫彷徨。不久后，一档选秀节目面向全国诞生，评委阵容强大，有张纪中、陈凯歌、冯小刚等大导演亲自坐镇，这在当时轰动一时。怀揣梦想的赵丽颖快速把握住机会报了名，凭着她朴实清纯的面容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后获得了冠军，并与华谊签约。这貌似到达了人生高峰，但选秀热度过后，没有资源，也不是科班出身的赵丽颖进入了尴尬期，只能出演一些小配角。她曾在《金婚》中饰演青年时期的多多。即使有名导加持，演员阵容强大，赵丽颖的短暂出镜并没有获得太多关注。接下来的4年时间，她出演了《春去春又回》《锁清秋》《佳期如梦》等多部剧，但都是跑龙套的角色。籍籍无名的演艺路上，没有资本依靠的赵丽颖只有一个人咬牙坚持，只要有戏出演，她就立即赶去剧组，不管条件有多艰苦，她都乐此不疲。星光不负赶路人，终于在2011年，赵丽颖人生出现了转机。当时新《还珠格格》翻拍，她有幸出演晴儿，戏份虽不如双旦的紫薇和小燕子，但温柔讨喜的晴儿一直深受大家喜欢。有王艳饰演的晴格格珠玉在前，赵丽颖拿到剧本后压力也不小。于是开拍之前，她将旧版《还珠格格》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，边看边做功课。在拍摄时，赵丽颖认真努力，早早地背好台词，与对手演员做好戏前沟通。戏播出时，免不了和老板比较。王艳饰演的晴儿高贵大气，赵丽颖演绎的晴儿甜美可爱，同样深受好评。她因此崭露头角，并和剧中饰演萧剑的高子琪传出了绯闻。这段恋情的真与否，我们不得而知。网友们只是从流出的一些照片中发现了不寻常，照片可以看出生活中的两人关系亲密。之后，赵丽颖凭借《陆贞传奇》大火时，高子琪还在社交平台发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，引人遐想。之后，两人再无任何合作及消息传出。男方高子琪娶了韩国演员蔡琳，生下一子，如今以离婚惨淡收场。说回赵丽颖，
这时擅长迎合市场的于正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他这颗遗珠，想签下他。但此时的赵丽颖与华谊的合约在身，婉拒了对方的好意。于正并没有放弃。2012年，他在电视剧《宫锁珠帘》里为他留了一个小角色百合，极力相邀。赵丽颖答应了出演，虽是一个小配角，但她将剧中人物百合的痴情和决绝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这也是她和陈晓合作的首次合作。02，坚持不懈，事业全面开花。在于正剧里小试牛刀的赵丽颖，在2013年迎来了好运气，出演了她人生第一部主演的电视剧《吉祥天宝》。在剧中饰演女1号杨若楠，虽是主角，戏份却没女2精彩讨喜。饰演女2的就是日后被吴秀波送进牢房的陈玉玲。这部剧在拍摄时，事业正值大红大紫的吴秀波还曾为小女友站台。娱乐圈就是这般现实，没有资源，没有后台，即使女主也能被女配的风头盖过。久经磨练的赵丽颖并没有气馁，仿佛命运也会恩赐努力之人。紧接着一部《陆贞传奇》横空问世，据说这部剧是于正亲自操刀，为赵丽颖量身打造。剧中的陆贞坚持努力，从宫女一步一步成为北齐朝堂的女宰相，这和现实中的赵丽颖很相似。观众被剧中历尽磨难、不忘初心的陆贞所折服感动，也喜欢上了戏外的赵丽颖。她的事业终于有了起色。为宣传电视剧，她与戏中的男主角陈晓常常合体现身各种综艺，因此两人的恋情绯闻在那时也传得沸沸扬扬。他们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，更没有避嫌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相伴出行。最后在陈晓结婚后，两人的绯闻也不了了之。同年，赵丽颖主演的《追鱼传奇》随之上映，剧中可爱机灵的红菱深得人心，这让她的事业又添了一把大火，她也因此片约不断。但赵丽颖是个深知感恩的人，为了感谢于正的提携，她不计后果，答应出演反派及配角。2014年，赵丽颖出演仙侠剧《花千骨》，拍摄时从严寒到酷暑，戏中还有很多打斗戏，她都亲自上阵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通过全员努力，该剧成为首部网络播放量破400亿的电视剧。赵丽颖也一度跻身国内当红一线小花行列。此后一年一部爆款剧，赵丽颖的事业全面开花，电视剧邀约不断，她也成了投资人争抢的收视担当。只要有赵丽颖的加盟，电视剧就不愁卖。那几年，她主演的《杉杉来了》《蜀山战记》《楚乔传》《老九门》《青云志》《胭脂》等，都成为了年度热播剧，每部戏都爆红。赵丽颖成了名副其实的电视剧女王。她也进军电影界，2017年出演了韩寒的《乘风破浪》，在剧中饰演女主角小花。这是一部大男主戏，讲述男人的成长、友情及亲情。赵丽颖的出现为电影增加了一抹亮色及柔情。被观众肯定的她，先后也参加过几部综艺，在懂得其中的操作和套路后，渐渐减少了出镜。她曾在采访中直言不讳说，综艺始终都会安排一些剧本，我还是觉得演戏更加自然，惹得身旁的郑恺尴尬不已。网友反而喜欢这样耿直的赵丽颖，纷纷留言互动，她的微博粉丝也突破了9000万。知名奢侈品商家很快注意到了她，一时间各种代言也接到手软。03，因戏结缘意中人是个富家公子。事业红火的赵丽颖，爱情也悄然而至。除了之前2段无疾而终的绯闻，出道10多年的赵丽颖从未官宣过恋情，直到冯绍峰的出现才打破这一局面。两人很有渊源，若要追溯，他们在2008年合作过一部剧《锁清秋》，但那时身为男主的冯绍峰并没有注意到饰演丫鬟的赵丽颖。之后两人都出演过电视剧《宫锁心玉》，依然没有交际。直到赵丽颖站到了璀璨夺目的高峰，两人到了同一高度。1978年1、10月，冯绍峰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，他的父亲是纺织业大亨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从小被精心培养。若按照冯父的规划，
长大后的冯绍峰会成为一个企业家，经营着家族亿万家产。奈何他不走寻常路，受喜爱文艺的母亲影响。小时候的冯绍峰热爱表演，别的小伙伴拿着玩具枪追着跑的时候，家境优渥的他已经接受名师指导，练起了钢琴和小提琴，4、5岁就登台表演。童年时期的冯绍峰，起点高的冯绍峰也很争气。上学期间，他一直勤奋好学，所读初高中都是重点学校，之后被保送到了上海戏剧学院。2001年毕业后的冯绍峰直接进组，出演了《男才女貌》《爱情密码》《荆轲传奇》等剧，这让多少刚跨出校门的学子艳羡冯绍峰的幸运。自然也有传闻说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父亲资本加持，但名利场就是这样，出身豪门，有人脉有资源就是捷径，不服气都不行。冯绍峰和王姬有了资本保驾护航，冯绍峰在娱乐圈风生水起，先后主演多部电视剧，但在观众面前只混了个脸熟。直到2011年，冯绍峰与杨幂出演的《宫锁心玉》大火，作为男女主的他们也顺利出圈。借着电视剧热播势头，私下里二人合炒 CP， 坊间一度传闻他们已经在一起。这段绯闻直到杨幂公开了和刘恺威的恋情后才喧嚣终止。而这些年，作为贵公子的冯绍峰绯闻对象不在少数，私下被媒体拍到过他和多位女星同进同出，举止亲密。而冯绍峰在大众面前承认过的女友只有倪妮一人。冯绍峰和倪妮两人恋爱4年，就在大家以为好事将近时，却传出了分手的言论。恢复单身的冯绍峰接连和郭碧婷以及星女郎传出过绯闻，但最后都不了了之。04闪婚闪离的婚姻是为哪般？2016年，赵丽颖与冯绍峰在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剧组相遇，一个是多情美艳的女儿国国王，一个是不敢留情的圣僧。戏中感人至深的爱情让两人产生了化学反应，他们还将这段情带到了下一部合作的电视剧《知否》中。冯绍峰和赵丽颖出演该剧的男女主，他们的恋情跟着剧情升温。拍摄过程中，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端倪，但当时两人不置可否。电视剧杀青后，主创人员都在发布会站台宣传，只有赵丽颖缺席不知所踪。官方回应是身体出了问题，正在家休养中。随后就有网友拍到疑似赵丽颖挺着孕肚的照片。针对这一传闻，正主马上在微博回应，当事人和工作人员接连否认，依然无法阻止舆论。不到2个月，眼见传闻愈演愈烈，也发现纸终究包不住火。赵丽颖与冯绍峰两人干脆直接官宣结婚，同时表明已是一家3口，等于证实了奉子成婚的传闻。一时间让喜爱赵丽颖的粉丝无法接受，在他们认为，花花公子的冯绍峰并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。即使两人的婚姻不被祝福，但在那段时间，冯绍峰参加活动总会谈到妻子赵丽颖，幸福之情溢于言表。他们也常在微博互相艾特对方，大秀恩爱。儿子到来后，夫妻2人将重心放在家庭中，分享日常的生活，温馨有爱。1年后，赵丽颖复出拍戏，搭档王一博出演电视剧《有匪》。紧接着，冯绍峰也进剧组出演高希希执导的《山河月明》，饰演成年朱棣。两人家庭事业齐头并进。正在大家认为赵丽颖与冯绍峰的婚姻一切步入正轨之时，又传出了婆婆不喜事业心太强的赵丽颖，导致2人离婚风波。起初吃瓜群众还以为该则传闻只是博眼球的乌龙事件，没想到2021年4月23日，工作室的一纸声明发布，证实赵丽颖与冯绍峰已和平解除婚姻关系。结婚不到3年，孩子才2岁多，不被看好的两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结婚。昔日在节目中说过的恩爱誓言还在，如今再去看只觉得荒诞好笑。网友不明白赵丽颖在顶峰时期结婚生子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名气不输冯绍峰，若说因为夫家家大业大，可这几年他在资本市场大展拳脚，
收购稻草熊影业的股份早已让她赚得盆满钵满。加入李冰冰的公司成为合伙人，多个大牌代言傍身。2019年，赵丽颖荣登福布斯中国名人榜15名。有钱有颜又有名的她嫁给冯绍峰，到底图的是什么？冯绍峰曾在采访中直言，他不确定妻子赵丽颖是不是想结婚了才选择和他结婚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想结婚了才考虑结婚对象，不是因为爱一个人所以走入婚姻殿堂。言语间透露出不肯定，或许这也注定他们的婚姻难以长久。离婚后的赵丽颖将重心投入工作中，相继接演不同题材电视剧，尝试转型。比如《幸福到万家》里带领全村人民发家致富的农村姑娘何幸福，还有《风吹半夏》中在时代浪潮中打拼的女企业家许半夏。赵丽颖不让观众失望，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好口碑。她从一个无资源无人脉的农村女孩，走到如今万人追捧的顶流，这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。但就是凭着坚持不懈的努力，以及对表演的执着追求，不怕苦不怕累的敬业精神，赵丽颖才有今天的成绩。生活中的她，如今仍然孑然一身，偶尔也会和前夫冯绍峰会面，带着孩子短暂的游玩。也曾在采访中提到孩子的成长，她不想错过，所以只要不拍戏就会陪伴孩子。无疑，赵丽颖是一个好母亲，也是一个好演员。不管事业或爱情，我们希望这个努力奋斗的女孩在未来都能取得佳绩。